詹姆斯·史密斯确实没想到，叶晨不仅是九玄制药的老板，而且还在自己最绝望的时候，给了儿子一个活命的机会。回想自己之前的无助，此刻的他心中对叶晨已然是万分感激。魏亮则微笑着说：“史密斯先生不用着急，叶先生交代过，他现在人在外地，所以这些天你就先好好陪你儿子接受治疗，等孩子情况好转一些，他回到金陵之后，自然会约你见面。”詹姆斯·史密斯感激无比地说道：“那请魏总一定帮我转达一下对叶先生的谢意，我们全家都感激他的大恩大德。”魏亮点了点头，看着詹姆斯·史密斯现在的状态，他心里清楚，此人对叶晨确实心怀感激，将来也一定会为叶晨效犬马之劳。九玄制药的底层文化背景、药物底层逻辑与西方社会有很大的偏差，将来九玄制药的药品如果想在北美乃至欧洲顺利上市，就一定得有一个非常了解西方医疗系统，并且在这个系统内有足够资源的人来担当冲锋陷阵的前锋大将，而詹姆斯·史密斯绝对是最佳人选，没有之一。魏亮作为九玄制药的 CEO， 也非常期待某一天詹姆斯·史密斯能够加入这个团队，只是他心里清楚，这件事自己不适合出面，还是要叶晨去跟詹姆斯·史密斯沟通。于是他便笑着对詹姆斯·史密斯说道：“史密斯先生放心，我稍后会替你向叶先生转达的。”说着，他看了看时间，开口道：“史密斯先生，我还有事，就不多打扰了。孩子的后续治疗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你放心，所有参加临床试验的癌症患者，只要进了九玄制药的门，无一例外都会好转直至痊愈，所以你现在也不用担心。”他是陪着孩子，等着孩子痊愈出院。魏亮的这番话无疑给了詹姆斯·史密斯极大的信心，他连连点头，感激地目送魏亮离开。在 CT 室门外等待了约莫10几分钟，电动的大门缓缓打开，几名医生立刻进去，将还在昏迷状态中的小吉米推了出来。吉米刚出 CT 室，詹姆斯·史密斯就赶紧上前查看儿子的状态，只是眼下儿子还没得到九玄再造丸，所以状态并没有任何好转。就在这时，2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快步走了过来，其中一人手拿一个小型手提箱，另一人则拿着一台便携式的专业摄影机。2人来到吉米身前，其中那名拿着手提箱的医生便问其他几名医生：“病人现在可以服药了吗？”之前与詹姆斯·史密斯对接的那名医生点头说道：“病人所有检查都做完了，可以服药了。”那医生点头道：“好，现在准备给药。”说罢，他与身边手持摄影机的医生交换了一个眼神，开口道：“现在开始记录。”对方立刻打开摄像机的录制按钮，随后那名医生将手提箱打开，里面整齐排列着几十颗比高尔夫球略小一些的球形药盒。他按照顺序取下2颗，在摄像机面前旋转展示着球形药盒上的防伪封条，同时开口道：“医组患者编号133，姓名吉米·史密斯，年龄12岁，入院首日，服用九玄再造丸2颗，丸身编号1-1905、1-1906，药盒包装完好无异常，请家属核对信息。”说罢，他将这2颗九玄再造丸递给詹姆斯·史密斯，开口道：“史密斯先生，请你检查一下这2颗药丸的完整性，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拆开给孩子服用了。”詹姆斯·史密斯惊讶地问：“服药流程这么严苛吗？”那医生点头说道：“目前黑市很多人在重金求购九玄再造丸，单颗的求购价已经超过数百万美元，
所以我们内部为了确保药品最终被病人服用，所以要对每一颗九旋再造丸进行明确的记录。从现在开始到患者出院，每一次服用九旋再造丸都会有我们的专员亲自送药，监督患者服下。詹姆斯·史密斯这才恍然大悟，九旋再造丸应该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种能够彻底治愈所有癌症的药物，再加上市面上还没有任何供应，那些患病的有钱人一定会出极高的价格求购。若是不对药物加以严格的管控，说不定九旋制药内部或者病人家属会有人因为巨大的利益，绞尽脑汁将九旋再造丸拿出去卖掉。对药物的出库、服药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管，就能够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詹姆斯·史密斯认真核对了2颗九旋再造丸的外包装，确认没有任何异常之后，便将药递还给了那名医生，开口道：“药没问题，辛苦赶紧给孩子服用吧。”那医生微微点头，在摄像机以及所有人的注视下，将其中1颗药丸打开，随后让一名医生轻轻捏开吉米的嘴巴，随后将药丸放入他的口中。紧接着他又如法炮制，将第2枚药丸也放入吉米口中。2颗九旋再造丸很快便在吉米口中化开。药物中不但有能够治疗癌症的药物，更有快速恢复身体元气的成分，所以吉米那苍白毫无血色的面色很快便恢复了几分红润。1分钟之后，吉米便醒了过来，他缓缓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身边还有不少陌生人，一时间有些紧张。詹姆斯·史密斯见儿子醒了，连忙冲上前来，激动地说道：“吉米，吉米，你醒了，爸爸在这里。”当吉米看到詹姆斯·史密斯的那一刻，紧张的心情瞬间缓和不少，他忍不住问：“爸爸，我这是在哪里？妈妈呢？”詹姆斯·史密斯喜极而泣，哽咽道：“你在九旋制药，妈妈和妹妹在外面等着我们的消息，他们要是知道你醒了，一定会非常开心。”吉米虽然年纪不大，但早就知道自己的病只有九旋制药的九旋再造丸才能治好，这也是为什么爸爸不远万里将自己从美国带到这里。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的情况不符合九旋再造丸临床试验的入选条件，已经被九旋制药拒之门外，所以此刻听爸爸说自己就在九旋制药，心里也不禁惊讶不已。詹姆斯·史密斯关切地问他：“吉米，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跟之前比有没有好受一些？”吉米轻轻点了点头，如实说道：“感觉整个人舒服多了，之前疼痛的地方也好了很多。爸爸，我是不是不用死了？”詹姆斯·史密斯抓着他的手，重重点头，哽咽道：“放心吧，吉米，你不会死的，你会长命百岁的，爸爸保证。”一旁的医生开口道：“史密斯先生，孩子现在状态好了一些，还是先送他回病房吧，回病房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服药，身体又会得到进一步巩固，相信用不了几天，吉米就能下床活动了。”“好好。”詹姆斯·史密斯激动地说道，“谢谢医生，谢谢你们。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